对，爹，您继续骂，好让我多吃2块肉。说着，陆有田夹了块排骨送进嘴里，边吃边品鉴。不得不说，我闺女的厨艺就是好，这排骨炖的软烂脱骨，谁吃谁迷糊。陆正阳气得胡子直翘，赌气般的挑块排骨塞嘴里，啃得哧溜作响。菜都吃光了，酒也喝尽了，大伯娘婆媳俩帮着收拾好碗筷才离开。屋里一下子就安静起来，只剩陆有田在卧房一声接一声的打着呼噜。红莲姨爷，你来。陆清宁把方红莲叫进屋，然后把今天买的衣裳、鞋子，还有一些布，一股脑拿了出来。这些棉布你就给自己做里衣，这种料子贴身穿着舒服。我和爹已经有2套了，不用管我们。这些粗布还有棉花，你给你和果儿做棉袄，不用怕费棉花，尽管做厚实点。要是不够，我就再去买。够了，哪用得了这么多？阿宁，你如今的变化真的好大，要不是样子没变，我都要以为是有人冒充的。陆清宁心中一凛，笑得有些不自然。红莲姨爷，人总要变的，我现在的样子不好吗？第2天，陆清宁独自去城里，已经到了约定的日子，该去拿弓箭了。而且他还有好几桩大事必须得尽快办好。排队进城时，有道视线一直落在他身上。陆清宁恶狠狠地瞪过去，那人尴尬地摸了摸胡子，才把头扭向一边。下了一阵子雨，憋了好几天的人们好像这2日都进了城，路上多了好些人。谁知走了没多远，有人在后面叫他：“姑娘，请留步。”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话术，不用想就知道是谁。陆清宁只当没听见，又继续往前走。那人继续在身后喊道：“喂，你聋了？这人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上次将他一顿臭骂，不是应该见了他绕道走吗？怎么还上赶着往他面前凑？”陆清宁磨磨后槽牙，停下脚步，转身冷冷道：“第一，我不叫魏，我叫陆清宁。第二，我不喜欢你，请你离我远点。”胡子拉碴的相公子顿了顿，往后迈了一小步。这样够远吗？陆清宁，他是这个意思吗？世上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啊！曹操盖饭加10086111。别跟着我，你烦不烦啊？大胡子停住脚步，无奈叹气：“我是想提醒你，你的衣服脏了。”说完，耳朵尖已经泛红。但是这个人说着话脸红什么？陆清宁狐疑地扭过身，低头一看，我操，亲戚来了！而此时，不少人已经因为他方才一声大吼，投来问询的目光。陆清宁一张脸顿时跟煮熟的虾子似的，将背篓放下，遮住屁股，埋头就跑。太丢人了，太丢人了！他是做了什么缺德事，要经历这种大型社死现场？昨天晚上还在跟红莲姨打听他的月姓是多少岁来的，没想到他的大姨妈姓曹名操，第2天就来了，还是在这个时候来。陆清宁去成衣铺子随便买了条裤子，就去投奔他的救星。喝了满满1碗热水，陆清宁才缓过来些许，然后把那本原主娘留下的书找出来。欣怡姐，你帮我看看这是本什么书？这本书陆清宁研究过，不算厚，封面上用繁体写着什么山什么路，里面密密麻麻的小字十分繁杂拗口，看得他头疼。欣怡拿过来，一边翻看一边跟他讲解：“这是季青先生所著的《西山踏歌录》的下册，连带着上中册2本，一起记载了他游览5湖4海时的所见所闻、所感所悟。”哦，这季青先生是谁？很有名吗？欣怡点点头：“别的我不敢保证，但是在女子中确实很有名。他活成了很多人想要的样子，做了许多女子不敢做的事。”陆清宁来了兴致，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这季青先生其实是位女子？”“是。”“那他是何人？可还健在？又做了哪些事？”“阿宁，你怎么突然对他如此感兴趣？”陆清宁笑着回道：“这不是听你说他做了许多女子不敢做的事吗？谁听了不好奇？”“这倒也是。”欣怡道：“她是我朝一位开国将军的女儿，外祖乃太医院院守。”耳濡目染之下，自小就痴迷于医术，他便独身一人偷偷跑了出去。从那以后，山野乡间就多了位身着白衣、轻纱遮面的女大夫。她不收诊费，看到实在困苦的，甚至连药钱都不收。有好些人拿把随便薅的野菜都能换药吃。也是在那时候，他写下了这3本游记。后来呢？后来啊，欣怡长叹一声，似惋惜又似嘲讽。如此盛名的女子，自然是那些世家贵族给自己造势的好物件。她被人找到，带了回去，指婚给旧朝一位老臣的嫡子。他这样的人，本应是山间的清风，怎能做笼中鸟呢？陆清宁已经听出了不对。是啊，所以他在大婚的前夜，从京城最高的摘星阁一袭白衣一跃而下。天哪！陆清宁捂着胸口，唏嘘不已，又道：“他在外行医的时候，肯定吃过不少苦，受过不少委屈。
可在欣赏过大漠孤烟，体会过巴山夜雨后，又觉得一切都值得，所以他才会选择摘星楼，欣赏完满天繁星或者皎皎明月，了无遗憾的结束自己的生命。阿宁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若你与他同龄，必然能成为闺中密友。陆清宁自嘲般的笑笑，我可没他那般清风霁月，我俗气的很，就连跟你打听他，也不过是为了问这本书值多少钱。你呀，心怡笑得一脸无奈，又道：“这应当是后人制作的印刷本，不是原版。不过当时他的死引得圣上震怒，下令禁了好些年。物以稀为贵吗？你是生意人，应该知道的。”陆清宁激动了：“你的意思是这本书很值钱喽？我就知道，我还被人骗走2本。妈的，陈思琪那狗贼，这是从原主手上忽悠了多少银子？找他要，还说什么情出自愿，事过无悔，拿他当日本人整吗？”什么？从门外冲进一个白胡子老头，嗓门洪亮：“你是说你原来3本都有，结果让人骗走了2本？”白胡子老头捂着胸口，仿佛是他被骗了一般。你个小丫头，看着挺机灵的，怎么干这种蠢事？你知道这些书有多难得吗？祖父，你别这样说阿宁。又低声道：“这又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激动什么？”我哪里激动了？新老头撅嘴冷哼，又瞟一眼陆清宁。反正你已经被骗走2本了，也不在乎另外1本，不如卖给我吧。陆清宁挠挠头，小心翼翼道：“新阿爷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8两，我给你8两。真不行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。遗物你还能被人骗去？哄鬼呢？”陆清宁尴尬的脚恨不得抠出3室一厅。我那时候脑子有病。心怡歉疚的看陆清宁一眼，又去扯新老头：“祖父，这世上哪有强买强卖的道理？何况还是阿宁。你再这样，我就让他把那坛辣椒酱抱回去了，以后再想吃什么新鲜玩意儿。哼哼。”提到辣椒酱，新老头眼睛又亮了。丫头，你那辣椒酱还有没有？再卖些给我，我还没吃几回呢，就被人抢走1坛。陆清宁又尬住了：“今年是没有了，要吃得等明年。”又没有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新老头像个小孩子一样闹脾气。陆清宁看他一眼，叹着气说道：“哎，本来还说今天趁着你们不忙，给你们做样好吃的。既然新阿爷心情不好，那我就别打扰了。”啥好吃的？随后又撇撇嘴，哼道：“谁心情不好了？我心情好得很。”小厨房里正好有新鲜的五花肉，陆清宁找心怡要了些八角、花椒、香叶、茴香，炖了个卤肉，又让管灶房的婶子买了条鱼回来，刮出鱼肉，捏了些鱼丸，和木耳、山药一起做了个汤。其他的就是管灶房的婶子做的几样菜。是不是好了？我已经闻到香味儿了。新老头颤颤巍巍举着袖子快步走进来，后面还跟着一个高大的身影。陆清宁偏过头一看，立即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胡子拉碴的向某也被吓了一跳，说了句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两人几乎是分秒不差。心怡愣了，狐疑地问道：“你俩认识啊？”“不认识。”这次更有默契，异口同声。心怡意味深长地看陆清宁一眼，勾着嘴角不说话。新老头很无语，也很公平，一人送一个白眼。认识就认识呗，何必这么遮遮掩掩的？嘟哝一句，又对向母说道：“小子，你今天可是有口福了。这丫头做的东西，光是闻着就令人食指大动。中午留下来一起吃饭，咱们喝2盅。”我倒是真有些期待陆姑娘的厨艺，不过这酒嘛，下午还得当值，不宜。新老头笑呵呵地拿出酒，给自己倒了一杯，问坐在对面的陆清宁：“丫头，来点不？”陆清宁连忙摇头：“不喝了，我不会喝酒。”其实这酒闻着挺香的，可惜是冷的。他总不能直接说自己亲戚来了不能喝冷酒吧？谁知向某低着头给自己倒了杯热气腾腾红糖姜茶，然后又给陆清宁倒了一杯。陆清宁愣了，歪着头看他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向某却好似才反应过来一样，身子一正，笑着解释：“抱歉，一时顺手。”陆清宁哼了声，端起来抿了一口，登时眼睛亮了，甜丝丝的又暖和，还挺好喝。新老头对这道卤肉尤其满意，席间赞不绝口，酒都喝了不少，最后踉跄着进卧房，还不忘回头对3人吹牛逼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的酒量千杯不醉，好着呢。”门啪的一声关上，电锯一样的呼噜声立刻响起。陆清宁沉默的点头：“年纪大了就是好，倒头就睡。”心怡赶紧站起身：“我去看看，你们先吃。”
屋里突然就只剩下陆清明和向某两人，气氛陷入诡异的安静。特别是看到向某面前一口没动的红糖桂圆姜茶时，突然心里就起了个疑影儿。他不会是知道自己来那事儿了，特意向婶子讨要的吧？想起那时候在大街上，他提醒自己裤子脏了，咦，太丢脸了，不敢想。陆清宁化尴尬为食欲，埋头猛吃。别光吃饭，吃点菜啊！一听他似笑非笑的声音，陆清宁就来气，抬起头恶狠狠瞪他一眼。要你管！心怡刚好在门口停下，这一幕怎么看都像是情侣怄气斗嘴。我来的可是不巧了。陆清宁强装镇定，回道：巧得很，赶紧来吃，菜都要冷了。向某匆匆把碗里的饭扒完，也立刻走了。陆清宁和心怡慢悠悠吃完，回到茶室煮了茶来喝。心怡中午陪着新老头喝了几杯酒，此时双颊绯红，撑着脑袋看他。阿宁，你和峰哥很熟？没有啊，不过是一面之缘。心怡不信，陆清宁继续解释：我第一次来找你的那天，在城外被偷了荷包，当时身无分文，他买了我的枇杷膏，我这才有钱交入城费。看来他还与你有恩，那我怎么感觉你看他跟仇人似的呢？心怡盯着陆清宁看，看得他直发毛。没有，我都没看他几眼，怎么就是看仇人了？不对，方才你在席间时不时瞪他，吓得他卤肉就只吃了一块，再不敢伸筷子。有吗？陆清宁红着脸问。阿宁，你不对劲。原主最会胡搅蛮缠，陆清宁觉得他的招数有时候或许还是好用的，于是反问心怡：你怎么这么在意我对他的看法？难道你心悦于他？这话可不能瞎说啊！心怡急忙打断，又低头浅笑：我已经定了亲了，明年腊月就成婚。看心怡眼波流转，眉目含情，陆清宁知道这是芳心已许。他很好奇，这般谪仙样的人儿，到底什么样的男子才足以与他相配？于是赶紧凑过去打听。心怡的未婚夫是鹿鸣书院的学子，年纪轻轻就有功名在身，而且还是小三元，是怀宁县众多学子中的佼佼者。所以阿宁，你放心，峰哥只不过是我祖父的忘年交罢了，我跟他没什么交情的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跟他在一起。你怕是酒吃多了吧？怎么说这种胡话？走走走，我扶你歇着去。让嬷嬷安置他歇下，陆清宁自行离开。他们马上要摆摊做生意，天天挑着那么多东西走这么远的路，既耽误时间，人也吃不消，所以还是得置办个交通工具方便些。牛作为重要的农耕工具，被官府严格管控，寻常人只能租，要是买也可以，但要在官府登记造册。若是病了、嘎了或者被偷了，那可是要吃官司的。陆清宁自然没有买到，退而求其次，买了头小毛驴，花了4两8钱。将驴车套好，出了罗马市，陆清宁就沿路买了些布和粮食，还有白米、白面以及草纸。然后又去书斋买了本儿童启蒙读物《三字经》，最后买了坛酒，才去铁匠铺。弓箭已经做好，掌柜的正等着呢。陆清宁没说废话，检查完就交了剩下的钱，然后出城回家。隔壁大伯娘们今天挖了些木薯回来，已经剥了皮泡上了。陆清宁一进来就连忙拉着他去看。阿宁，你看看是这样不？昨天咱们泡上的，我也换了好几遍水了。就是这样。陆清宁点点头。大伯娘，你有心了，我都忘记提醒你们，今天去挖点木薯回来。别的我不会忘，可这挣钱的事绝不会。我不是想着这木薯泡2天才能吃吗？总不能等卖完了再去挖，那样可来不及。是的，所以说你想得周到啊。清云，《三字经》还记得不？陆清云看他一眼，不说话。你背给我听听。看着陆清云还是不动弹，哑巴了呀？背给你姐听2句怎么了？她对你这么好。陆清宁叹了口气，眼神讥诮。大伯娘，你别为难他了，我看他压根就不会。陆清云虽然常常不说话，故作高深，但到底还是小孩心性，被陆清宁一激，背着手摇头晃脑，确认了，确实是跟李正学的，跟他说话时候的样子一模一样。清云，今年过年前，你若是把这本《三字经》上的字认全了，并且有一半会写，我让你爹娘明年送你去读书，所花费用我认一半，如何？陆清云原本漠然的脸逐渐4分5裂，愣愣看向陆清宁，袖口的双手都在微微颤抖。刘氏也愣住了，回过神才上前阻拦。阿宁，都说了你别把那些话听进去，怎么还记着呢？说完又去瞪秀琴。你说说你，好端端跟他说那些干什么？秀琴，这事儿你可办的是大错特错。大伯娘，我知道你觉得我是因为心中有愧，所以才想要弥补回来。你要这样想，可就太高看我了。我让青云读书，其实是为着我自己。马上咱们就要做生意，要是这条路可行，说不定以后咱们还能开个店。那些繁杂的账目，咱们算得明白吗？算盘珠子你会拨吗？刘氏讪讪一笑，瞧你说的，要是真有那么一天，
咱们请个账房先生不就得了？你敢保证请的账房先生是个办事稳妥的？咱们要是大字不识，人家想糊弄我们，不过是动动手指头的事。你想自己辛苦挣的钱都进别人的荷包吗？这应该不会吧？你看，你自己也不敢说准话，对不对？青云，女子不能上私塾读书，所以你替姐姐去。今天先生教你一个字，你回来再教给我，交给你大哥或者爹娘。咱们出一份的钱，却好几人学到了东西，是不是赚了？啊，我也得学啊！我就算了吧，我这年纪……陆青云此时眼睛亮亮的，看一眼陆清宁，又很快低下头。可科举之路极其艰难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科举本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许多人一辈子都没考中，所以你只需尽力就好。就算考不中，最起码你会认字了，到时候回来给我们管账也是好的。所以，青云，你愿意吗？陆青云面露纠结，小心翼翼地偏过头看向自己爹娘。陆有良脖子一梗，哼哼道：“你别看我，你阿姐之前还了我们银子，若这木薯生意真能挣些钱，不需要你阿姐支援，我们供你读书。”陆青云的脸上终于露出同龄人的笑意，看向陆清宁，轻轻唤了声阿姐，声音很小，仿佛风一吹就散了，但陆清宁还是听见了。走，咱们去找族长，让他教你认字。慢着！陆正阳从屋里走了出来。这事不该阿宁一个半大不小的姑娘出面。既然是跟着别人学东西，不管学多少，都是师傅。该讲的礼数得讲到了，别让人觉得咱们是那些无传教的。老大，你去买60个鸡蛋来。小宋，捉只鸡去。陆正阳一一吩咐下去，屋里人开始动起来，准备好东西。陆正阳领着陆有良和陆青云去往李正家。刘氏在家里紧张的不行。阿宁，你说族长会同意吗？阿爷都出面了，应该能的。大伯娘，你坐着等，再晃我就要被你绕晕了。陆清宁本来很淡定的，被刘氏带的也开始心里忐忑起来。踮脚望去，陆正阳背着手在前面走着，后面跟着的陆正良父子3人皆是抬头挺胸，连冷冽的北风都为他们造势。阿宁，成了！陆清宁也高兴，这一步迈出，最起码他们这一大家子不会是彻彻底底的文盲了。几人一进屋，陆有良就迫不及待地把当时的场景给大家讲了一遍，所有人听得聚精会神。陆正阳也是满脸笑意，仰着头哼道：“由我出面，族长自然会同意。你们在担心什么？”在这一瞬间，陆清宁突然就看到了陆有田的影子。陆有良赶紧附和：“那可不，您的脸多大呀！”陆正阳一听，立刻瞪他一眼：“你这是骂我呢，还是夸我呢？别逼我在最高兴的时候揍你！”众人齐齐哈哈大笑。末了，陆正阳正了神色，看向陆青云：“小子，这次你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你姐姐，你要永远记得她这份恩情，以后哪怕是当牛做马，也要报答她。”陆青云红着脸乖乖点头：“我会的。”陆青宁一看他羞愧的无地自容，就忍不住逗他，笑着打气道：“阿爷，倒是没你说的那么严重，报答就算了，只要以后我再进这院子，他别拦着就行。”哎呦，瞧瞧，宁丫头还记仇呢。刘氏笑得眼泪都飙出来，又道：“青云，你姐姐如今可是以德报怨，你快赶紧上后院找个地缝钻进去吧。”屋里又是一阵哄笑。红莲姨回来，灶上的事就交给她管，陆清宁成了坐等吃饭的人，于是捧了那本《西山踏歌录》来一个字一个字的看。哟，你还看书呢？认字不？陆清宁正好有事找他打听，问道：“爹，我娘究竟是啥人啊？收藏着季青先生的书，难不成跟他有什么渊源？难道他陆清宁是什么大人物的女儿？是不是以后还能有个认亲的环节？然后对方出于愧疚送他一屋子皇亲，那他就直接成为白富美，娶个高富帅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”陆有田被这突如其来的疑问整懵了，顿了顿，回道：“你娘是女人。”这不是废话吗？他要是男人，那我从哪来的？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陆有宁闭了闭眼睛：“我是说，娘不是逃难来的吗？逃难之前，他们家是做什么的？”“也是种田的呀，难不成还是做官的？”“哦。”陆清宁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是他想多了。”陆有田倒十分好奇，凑上来问：“咋了？你娘又给你托梦了？她说啥了？”“没有。”陆清宁摇头：“我是好奇，娘一个庄户人家，怎么会有这种书？”“这书咋了？有啥特别？”陆有田撇撇嘴，不以为意：“你娘当初箱子里装着7、8本呢，都被你用来点火烤蚂蚱了。”“什么？”陆清宁捂着胸口，发出一声哀嚎。
造孽！一本书8两银子，8本可以买几10亩地。也就是说，原主拿着一沓地契，烤了几只蚂蚱吃。这跟拿民国8年的袁大头打水漂有什么区别？陆清宁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心窝子都是疼的。闺女，你咋了？陆有田看他脸色不对，没事，估计是那时灌了冷风，肚子不舒服。他不敢告诉他真相，他怕陆老爹撅过去，他更怕陆老爹没撅过去跳起来打他。虽然祸是原主闯的，但棍子是会结结实实打他身上的，这个锅他暂时不想背。爹，那这3本我怎么没一起烧了？陆清宁心存侥幸，或许这3本书最贵重，原主娘偷偷藏起来了。你不记得了？陆有田瞪大了眼睛问他。陆清宁兴奋了，我应该记得什么？当初咱家有张缺了脚的桌子，垫了石头还不够，然后你就把它拿去塞桌角了呀。要不是陈思琪那小子找你要……陆清宁眼睛又一黑，有气无力的摆手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这书有啥问题？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打听这些了？陆有田察觉出不对，不停的追问。陆清宁不理他，就自言自语：当初你娘说了，这书不过是逃难时他们遇到一个快病死的读书人，遵从遗愿挖个坑将他埋了。这书就是那人给的谢礼，难不成那书生还有来头？闺女，你要是再见着你娘，你就问问他那书生长啥样，有没有什么后人，没准儿是个达官贵人。父女俩非常有默契，七拐八绕的想到一处去了。时间终于来到了第2天，到了该煮木薯糖水的时候了。所有人伸长了脖子望着。陆清宁把泡好的木薯划开，将中间的白心取出来，再把木薯切成小块，放进锅里煮。这就行了？这么简单吗？陆清宁点头。煮熟了就行，不熟还是有毒，不能吃。于是他们又进入漫长的等待。闺女，这木薯得煮多久啊？就算是老太太的脚后跟也炖烂了吧？陆清宁无语。爹，咱们是做吃食生意的，万万不能有侥幸心理，万一出了什么问题，可是要吃官司的。可这也太久了。终于木薯煮熟了，用锅铲一碾就碎了。陆清宁放了些红糖出去，又煮了片刻，才将木薯连汤带水的捞起来。来，尝尝吧。陆清宁给他们一人盛了一碗。陆有田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，立刻撇嘴。啥呀？这不就是煮红薯吗？话音刚落，他就愣住了，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，又赶紧咬了块红薯进嘴里。哟呵，这木薯吃着味道还怪好的。刚开始我以为跟红薯一样粉粉的，并没什么特别。再一吃，发现居然还有些嚼劲，好特别的口感。反正我觉得好吃的很，冬天喝一碗这个，身上都暖和起来了。刘氏跟着附和。是呀，这木薯煮出来黄黄的，再加上红色的糖水，颜色也好看。而且木薯山里就有，又不需要花钱买，这可相当于5本的买卖。木薯糖水，陆清宁以前喝过，他更喜欢放冰糖，再加点椰奶、芋圆进去。不过这里冰糖、白糖是比红糖更贵的东西。陆清宁将一碗糖水喝完，开始分配任务。明天刘氏还有陆青松跟他一起去摆摊。阿宁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？不用，红莲姨，你还是在家安安心心做衣服。那我去帮忙，怎么着也能帮把手。陆有良也笑呵呵地跟陆清宁打商量。陆清宁依然摇头。陆有良愣了。为啥我不能去？陆有田立刻见缝插针的接话。还为啥？因为你长得丑。说自己长得丑，哪怕陆有良再老实也忍不了，立刻转过头去骂他。老在，少在这放屁！卖东西还要看长得好不好看呢。再说了，我长得还算可以的，你说是吧，大侄女？你问他有啥用？他好意思说实话吗？陆有田哼哼2声，对陆清宁笑嘻嘻道：“闺女，爹跟你去，就你爹这相貌，这身段，绝对不给你丢人。”陆清宁很不想泼他冷水，但不得不说实话。爹，你也别去。陆有良开怀大笑，突然就释怀了。陆有田很尴尬，一脸怨气地看着陆清宁。你们别争，除了定好的3个，谁也别去。摆摊不是人越多越好的，咱们这一大家跑那里站一排，整得跟黑店似的。有些胆小的姑娘婶子都不敢往这儿看，哪里还做得了买卖？陆清宁一锤定音，又加上有陆正阳的大力支持，谁也没再反驳。黄华镇集市今天支起了个新摊，摊主是个小姑娘，卖着热气腾腾的甜汤，光是闻着都觉得香甜，可却不少人只是上去问询一番就离开了。阿宁，咋办？再这样下去，怕是买红糖的钱都挣不回来。陆清宁起初也很有信心，他觉得生意嘛都是手来的，如今看来确实是他太天真了。5文钱一碗的甜汤，好像在这个集市上成了奢侈品。正愁眉不展，不远处卖烤地瓜的大牛叔走了过来。
这2天天气逐渐变冷，他的生意不错。大牛摊开手掌，上面躺着一个被烤得皱皱巴巴、有些发黑的红薯。阿娘，我的地瓜如何？软糯香甜，好吃。我是问他的个头。陆清宁不明所以，看着他不说话。大牛接着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不好意思说实话，其实我这红薯个头不算大。我在附近村子收地瓜时，还专门把那些大的地瓜挑出来不要。你知道为啥不？”陆青松抢着回道：“是因为它不容易烤熟。”大牛微微摇头：“烤地瓜这东西，说白了就是个零嘴儿。有的人肚子饿了，正好闻着香味就买一个。这么大小的地瓜，其实几口就没了，只能垫把个肚子。但2文钱，其实对好多人来说不算什么。那时候你给我送了甜汤，我吃完到现在都还没觉得饿。至少2天之内，我应该是不会再想甜食吃了。”陆清宁已经懂了，许多人可以花2文钱买个烤地瓜，但未必舍得花5文钱买碗甜汤。哪怕它味道更好、更饱腹，终究也只是一碗打牙祭的小吃。5文钱可以买半斤粗粮，够一家3口吃2天。陆清宁眼含激动：“大牛叔，谢谢你，我明白了。”没事没事，咱们都是姓陆的，本就应该互相照应。大牛背着手走了，深藏功与名。陆青松听了个大概，也明白了几分，问陆清宁：“阿宁，咱们怎么办？要不半碗半碗的卖？”不成，半碗的界限太模糊了，到时候顾客只会觉得我们给少了，而且端出来也不好看啊，跟别人吃剩下似的。陆清宁四周看了看，对2人说：“你们先守着，我去买碗。”他们装甜汤的木碗是让阿旺叔做的，圆圆的肚子有点像法海拿的钵，只是比他小一些。集市上摆摊卖木碗的大多是这种。陆清宁一路走过去都没发现合适的，只好去往店铺寻。好在杂货铺里有卖土陶碗，就是他们平时吃饭的那种，宽口浅肚，装不了多少，一个3文钱。陆清宁买了20个。天爷哟，这要是生意不好，不是亏更多的钱？陆清宁柔声安慰他：“不会的，大伯娘，咱们第一次出来做生意，总要有个摸索的过程。要是东西一做出来都能卖到钱，那这条街我们怕是挤都挤不进来。”刘氏拍拍陆清宁的手：“还好有你在，我一个做长辈的倒是没你稳得住，丢人啊！”娘，你放心，我和阿宁都不往外说，你想丢多少人都可以。刘氏立刻没好气地瞪他：“你这破孩子，要不是人多，我高低得给你120。”陆青松这一插科打诨，刘氏倒是没心疼买碗花钱了。陆清宁开始扯着嗓子吆喝起来：“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喽！香甜软糯、热乎乎的糖水，尝新价2文钱一碗。2文钱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买碗糖水哄孩子笑哈哈，媳妇夸你顶呱呱。”嘿，你这个女娃子说的还一套一套的。一个路过的中年汉子被吸引，牵着一个小姑娘走了过来，笑着问陆清宁：“当真是2文钱一碗？我怎么那时候听到的是5文钱一碗？”叔，2文钱是小碗，这种大碗的是5文。陆清宁把2个不同型号的碗指给他看。这样的话，好像5文钱一碗更划算些啊。汉子纠结了一瞬，从怀里摸出2个铜板：“给我来个小碗的，我先尝尝。”好嘞。陆清宁给他舀了满满1碗。吃吧，小心烫。小姑娘比果儿高小半个头，圆圆的脑袋上扎着2个松松垮垮的发髻，一边喝一边眼睛嘀里咕噜乱转，看着就是个小机灵鬼儿。果不其然，小姑娘咕噜咕噜将木薯糖水吃进肚，嘴一抹，冲陆清宁灿然一笑：“姐姐，我帮你揽客，你能送我1碗大的糖水吗？我想带回去给我阿娘喝。”啊！陆清宁愣了，没想到这小姑娘还是个社牛。行啊，你只要能帮我揽到客人过来，卖糖水的钱我分你1成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小姑娘挺着胸脯，信心满满。陆清宁很期待这个小姑娘到底有什么法子能够招揽来客人。爹，我还要吃糖水。汉子不动弹，站在原地皱眉呵斥他：“吃什么吃？你刚才不是吃过了吗？1碗哪里够？爹，给我再买1碗吧。”吃什么吃？老子快走，小心我打死你！汉子推了女儿一把，小姑娘顺势坐到地上，抱着自己爹的大腿不撒手：“爹，给我买1碗吧，我晚上不吃饭了，行吗？”小姑娘的哭声越来越大，父女俩像排练过一般演出一场大戏，当然效果也很明显。那些看戏的先后跑到陆清宁摊位上来。我倒要看看这糖水究竟有多好吃，居然把个好姑娘馋成这样。很快，陆清宁面前围了许多人，都是争着抢着要买糖水的。哇，
这糖水是真不错，又暖和又甜，好喝得很。听了这话，后边的人就更着急了，踮着脚往前凑。陆清宁一边收钱，还要一边维持秩序，没多久就出了一脑门的汗。等这一阵忙完，瓮里的糖水已经消了大半。陆清宁给了小姑娘16个铜板，又给她端了一大碗糖水，两人心满意足的走了。看来生意不错啊。大牛又跑过来串门，陆清宁笑着道：“还行，还得多亏您指点迷津。”听了恭维话，大牛很开心，朗声大笑，又冲陆清宁神秘兮兮的眨眨眼。这跟我无关，是你们自己心善又守信。大牛叔，这我可就不懂了，怎么做买卖还得把自己的人品刻脑门上啊？陆清宁心里倒是起了个疑影，看向大牛：“您是说那一对父女？”大牛点点头：“那是这一条街的常客了，专找你们刚来摆摊卖吃食的，说的是帮你揽客，你送他点吃的，等卖完就找你要钱。有的人不愿意给，那他就说你的东西吃坏了肚子，闹得你连生意都做不好。”刘氏惊诧不已，捂着胸口一阵后怕。那这样说，方才我们利利索索给钱，反倒是因祸得福了。大牛点头：“天哪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刚才看阿年给10多个铜板出去，心疼得直抽抽，还好没上去拦，不然可是惹了大麻烦。不过你们也别担心，他们也算讲道义，只要你们给了钱，就不会来寻你的麻烦。”那就好。刘氏拍着胸脯呼出一口气，又向大牛打听其他的注意事项，免得以后踩了坑都不知道。咋样？咋样？今儿生意如何？所有人都是翘首以盼。陆清宁几人一回来，立刻就凑上来问。陆清宁和刘氏母子俩在没进村之前就说好了，如今故意板着脸坐椅子上摇头叹气，几人笑容僵在脸上。陆有良不信，还跑过去看放一边的陶瓮。不对呀，这瓮里都空了，难道不是卖光了，而是被青松这臭小子都喝了？陆青松苦着脸，十分委屈。爹，这么一大瓮，我是头猪也喝不完啊。那可不一定，猪都没你能吃。陆有田在一旁拱火，陆青松只好找刘氏求助。娘，差不多就行了吧？哎，算了，我就跟你们实话实说吧。今天赚的不多，买完东西也就剩几10个子儿吧。你真是跟着阿宁学坏了，居然逗我们。陆有良喜不自胜，一把将钱袋子薅过来，坐到桌前慢慢数，随后嘴就咧到了后脑勺。可以呀，这买卖能做，一天挣了快100个大钱，1个月不得有3两银子？怕是不止，今天还买了碗和糖，这都花了不少钱。陆青松把买东西花了多少钱一一报给大家听，几人眼睛更亮了，恨不得跳起来拍巴掌。你们也别想得太美好。陆清宁怕到时候1个月下来达不到预期，反而心里不痛快。今天是第一天出摊，许多人以前没见过，所以想尝个新鲜。等过阵子，怕是就没这么好的生意了。再加上还得算上刮风下雨的。那也没关系啊，总比在屋里睡大觉来的强。左右现在不需要下地种田，哪怕一天挣10个铜板，我也乐意。陆有良想得很通透，脸上的笑容没下来过。陆清宁点点头，又道：“那好，大伯娘，明天你多煮点。爹，明天你也跟着去。”刘氏愣了愣，问道：“煮多少啊？这怕是卖不完吧？多煮个大半瓮就行。明天我们支2个摊，回来歇息一会儿。”吃过饭，所有人又在陆有良家的后院汇集。走出集市，来到主街，陆清宁在一个包子铺门口停下。包子铺不大，外面搭了棚子，摊前几个高大的蒸笼冒着热气，后面摆了几张桌子供客人使用。卖包子的老伯笑呵呵地跟陆清宁打招呼：“姑娘，吃包子？”陆清宁点点头：“来3个吧。”随后付了钱，自己找了个桌子坐下。3个包子吃完，又等了一盏茶的功夫，老伯才闲下来。“姑娘，你有啥事说吧。”老伯一脸看透所有的表情，他是老了，不是傻了。这人吃着包子，眼睛一直往巷口瞟，明显就是有事。陆清宁笑了笑，搓着手回道：“老伯，我确实是有事找您帮忙。”“什么事？你说说看，帮不帮得了的再说。”“我想让您给我腾点地方，我在这里支个摊子。”陆清宁看老伯脸垮了下来，赶紧补充：“1天，我就只用1天。”“你别说1天了，就是半天也不行。”老伯哼一声，摊着手转一圈：“你看看我这里，拢共这么点地方，怎么匀给你？”“我只要一点点，跟桌面一般大就行。而且我不白用您的，我给钱，100文。”老伯嘴念了念：“钱不钱的，也不是钱的事儿。”又问：“你支摊子干嘛用的？算命啊？”“我卖糖水。”陆清宁立刻答道，
又继续劝说：“您看，跟您的包子压根不存在竞争关系，而且说不定还让你生意更好呢。一口包子，一口糖水，多美啊！考虑考虑呗。”行吧，行吧，那你动静小点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老伯一拍大腿应了下来。陆清宁赶紧跑回去叫上陆有田，带着糖水还有小泥炉、碗等东西赶到包子铺。小摊支好，陆有田立刻凑上来问：“闺女，咱们为什么在这么小的地方摆摊？这里又没多少人来往。”陆清宁朝对面抬抬下巴：“你知道那巷子里有啥吗？”“有啥？”陆有田满脸不解：“是金还是玉？”“里面是个私塾。”陈思琪就在巷子里的私塾读书，陆清宁就是奔着他来的。闻言，陆有田嘴角抽了抽：“闺女，你怎么对那小子还有心思呢？不是都闹成那样了吗？”他闺女之前对陈思琪的痴迷程度，着实令人闻风丧胆。他可不想在大街上跟着丢人，爷们儿要脸。我是为了报仇，你可别瞎想。陆有田顿时打了个激灵，开始期待上了。看他闺女这个表情就知道陈思琪要倒大霉了，拭目以待。父女俩也懒得吆喝，坐桌前打瞌睡，完全不像个正经生意人。卖包子的老伯看了，心里直犯嘀咕。他感觉照这样下去，这两人想把100文的摊位费挣回来是很有点困难。直到中午，终于从对面巷子里走出来几个穿长袍的人，父女俩立刻就来劲了，噌的一下站起来，扯着嗓子吆喝：“来来来，甜滋滋的糖水喽，一大碗只要2文钱喽！”有2个学生走了过来，陆清宁赶紧招呼：“小哥，喝糖水吗？这么一大碗只要2文哦。”没错，陆清宁拿的是那个卖5文的大碗。学生有些不敢相信：“你确定这么一大碗只要2文？我记得那边集市上得卖5文钱呢。”陆清宁笑呵呵的答：“这不是想着你们都是我老乡的同窗吗？我自然不能赚你们的钱了，是吗？你老乡叫什么？”陆清宁：“陈思琪，认识不？”“哦，原来是他啊。”2个学生对视一眼，不接话了。随后要了2碗甜汤，端到后面的桌子上吃起来。一连来了3波学生，陆清宁总把话题往陈思琪身上引。有2个学生好奇，一边喝甜汤，一边跟陆清宁打听：“思琪兄平时在家里都干啥啊？怎么这次回来，我看他脸上还带着伤呢？”没错，陈思琪自从经历大型社死之后，就不好意思在村里待了，第2天就回镇上读书来了。陆清宁抿了抿唇，小心翼翼地回道：“他跟你们咋说的？”“他说是不小心磕到了呀。”陆清宁点点头，叹了口气道：“行吧，他说是就是吧。”啊！几个学生一听里面有事，顿时觉得碗里的糖水不香了，都凑了过来。“妹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里面还有隐情？”“还是不说了吧，我怕他知道了，真的会杀了我。”几个学生对视一眼，都是震惊不已。立刻义愤填膺道：“陈思琪那孙子还敢杀人呢！原来那副谦谦君子的模样，竟都是装的。姑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跟我们说说。他要是敢为难你，我们必没他好果子吃。哎，谁叫他是我们村唯一一个读书人呢？整个村就连李正都得哄着他，我们就算有再多委屈，也只能往肚里咽了。”陆清宁假装很勉强地挤出一个笑容：“好了，你们别问了，我得好好做生意，不然怕是今年冬天都熬不过去了。”几个学生微微皱起了眉头，其中一个胖乎乎的男子挤了进来，比陆清宁高不了多少，像个小冬瓜一样。“姑娘，你这1瓮糖水多少钱？我都买了。”陆清宁错愕地抬起头：“小哥，这糖水吃多了可容易积食啊。”“没事，我们人多。”说完，小冬瓜就拿出1粒碎银子放到陆清宁旁边的桌上。“这个应该够了吧？”“够了够了。”陆清宁赶紧点头。很快，包子铺里几张4方桌都坐满了，人手1碗甜汤，有的还拿个包子啃。其实陈思琪脸上的伤是我打的，说好了等他考中秀才就娶我为妻，没想到却负了我。那2人在草丛里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。我生生等到他们走了才跑去看，真是好大一张床啊！”陆清宁半真半假一顿瞎编，所有人都张大了嘴，在原地呆若木鸡，只有陆有田捂着一张脸，差点钻到桌子底下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也是一时气得太狠了，才打了他。各位公子一定要帮我在旁边说和说和，让他千万别生我的气，不然我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他敢！陈思琪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，就不配为人。陆清宁见好就收，又随便敷衍2句，就和陆有田收摊走人。卖包子的老伯对他们恋恋不舍：“姑娘，明天还来不？”“不来了，老伯，今天谢谢你。”“哦。”老伯很失望，就刚刚小半个时辰，他卖了几10个包子出去，还听了段故事。这样的大好事就不能每天来一次吗？1瓮糖水只去了1小半，剩下的又被陆清宁带了回来，还挣了1两银子。陆清宁心情超好，
路上脚步都轻快了许多。还唱歌呢，我看你等着挨骂吧。陆有田没好气地瞪他一眼。那咋了？他拿我当傻子玩，我还不能报复回去了？可你这样毁他名声，李正这些年在他身上费了不少心血，如今弄得他在私塾颜面尽失，肯定会回去告状，就连李正也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又如何？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陆清宁哼了一声，又道：再说了，我做就做了，你现在担心有啥用？咱们见招拆招就行了。过了晌午，他们又守了1个多时辰，直到街上的人越来越少，才收摊回家。今天出摊第2天，生意依旧不错，不算那1两银子，一共卖了320个铜板。刘氏很满意，陆清宁就更满意了。回了家，刘氏就张罗着杀鸡，说今晚一起吃饭热闹热闹。陆清宁一口气吃了2碗，撑得肚子都圆了滚滚的，却突然听到大门外传来一声暴喝：陆清宁，你给老娘滚出来！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狐疑的站起身往外走。这是咋了？只有陆有田心知肚明，瞪了陆清宁一眼。看看你干的好事。陆正阳走在最前面，一出门就问道：这是怎么了？出啥事了又？陈思琪他娘吴氏叉着腰，气得脸红脖子粗。还怎么了？问问你那好孙女陆清宁做了什么好事？陈思琪也在，站在吴氏旁边，在旁边还有他爹以及好几个陈氏族亲。陆正阳转过头看向陆清宁：阿宁，怎么回事？陆清宁一脸无辜：我不知道啊。吴氏更气了，厉声骂道：你还装？贱丫头，你的心怎么这么狠毒？我是缺了你家祖坟，还是要死你家猪了？啊！你要这样害我儿子？行了，我还在这儿呢，你吵吵啥？李正黑着脸瞪一眼吴氏，完了补充一句：老子的祖宗也姓陆。宁丫头，今天这件事你真是办得大错特错。你说说，有什么事咱们在自家村解决就行了，你跑外边去嚷嚷啥？陆清宁嘴角含着一抹冷笑，大步跨了出来。李正爷爷，您说有什么事在自家解决就行，可我的事真的解决了吗？陆成风愣了愣，问道：什么事？陆清宁还没答，吴氏已经阴阳怪气了。还能什么事？看我儿子对他无意，心里有气呗。哼哼，就这种蛇蝎心肠的贱丫头，想进我家门，我呸！陆有田立刻撸起袖子冲了出来。你他娘的老钱婆，居然敢侮辱我闺女！哟，还想打人？来呀来呀，朝这儿打！吴氏伸出头往前面凑，十分嚣张。陆清宁上去就是一巴掌，再接着一脚，直接把吴氏踹了出去。无他，为首熟耳。连李正都没反应过来，瞪大了眼睛，嗓子都吓劈了。陆清宁，当着我的面，你居然敢打人！他让我打的呀。再说了，我以前就是这样的，很奇怪吗？陆清宁甩甩发麻的手掌，皮笑肉不笑的回道：贱丫头，我跟你拼了！吴氏眯着眼睛扑过来，那可太好了。陆清宁正吃饱了一身牛劲儿没处使呢，兴奋地学着吴氏怪叫，把他一顿暴揍。而那边，陆有田、陆有良、陆青松3人都冲了上来，和陈长河还有几个陈氏族亲扭打在一起。陆清宁3两下把吴氏打得爬不起来，躺地上嗷嗷哭，又冲进去帮他爹的忙，场面混乱的完全超出李正的掌控，在一旁喊了无数遍：不要打了，你们不要再打了。都没人理他。有陆清宁的加入，局面立刻一边倒，几个姓陈的毫无还手之力。反了你们，我还在呢，居然动起手来了。陆清宁、陆有田，来来来，这个李正让你爷俩当。陆清宁理了理蓬乱的头发，冲他嘿嘿一笑：李正，我只是想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，会说话咱们就好好说，不会说就更好了。打架正是我擅长的。哼，你还挺光荣。陆清宁又咧嘴傻笑，看向几个鼻青脸肿的陈姓人：几位叔伯，服吗？不服，咱们再打一场。几个汉子偏过脸不吭声。陆清宁笑得没心没肺：咱们今天只是切磋武艺，所以点到为止。你们可别有气，有气也找陈思琪去。要不是他们撺掇，你们今天也就不会跟着吃亏了。你们鼻青脸肿，人家可是毫发无损，站一边看戏呢。行了，架也打了，气也出了，现在能心平气和地说正事了吗？李正怒目而视，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瞪了一眼，又道：阿宁，你先说。这本书你们还记得吧？当初我说把这本书抵债，你们不同意。前几日我去打听了，这本书不是什么破烂，它是十分难得的孤本，一本值10两银子。话音刚落，人群立刻传来窸窸窣窣的讨论声。10两，我的娘哎！陆有田哀嚎一声，捂着胸口大喘气。吴氏想也没想，立刻反驳：你瞎说，什么一本10两，明明只有7两。嚯，原来你知道啊！
陆清宁瞥他一眼，哼笑道：“你们当初是怎么好意思当着李正的面说什么情出自愿、事过无悔的？7两银子够买好几车苞米面了，我们一家4口吃1年都吃不完。我陆清宁再怎么脑子有病，也不会把10几两银子拱手相送，还不是受了你们的哄骗？真是丧良心啊！欺负别人不懂，就哄别人家的东西。难怪我时不时闻到他们家传来肉香味儿，原来是在闷声发大财呢。”众人的小声讨论逼得陈思琪一点点崩溃，完全说不出反驳的话。李正到底还是明事理的，转头望向他：“思琪，这事儿确实是你的不对，这可是10几两银子，不是个小数目。若我被骗了这么多钱，哼，别说打人了，杀人都有可能。”陈思琪倏地抬头看向陆成风：“李正，我……”而陆成风已经不给他辩驳的机会，接着说道：“书在哪里？赶紧还回去。若是没有，那就给银子。”一说还钱，吴世吉的眼睛都红了，立刻回道：“我不还，凭什么还？那是他自愿给的。再说了，他在外边如此败坏我儿名声，让他还如何面对那些同窗？李正，思琪可是马上要科考的啊，他是我们全村的希望。这几年他寒窗苦读，不就是为了咱们陆家村吗？如今就这样被陆清宁这贱丫头毁了，您居然还纵容这个元凶吗？”陆清宁冷哼一声，嘲讽道：“吴婶子，你懂毁是什么意思吗？一颗好柿子被踩烂了，那叫毁。可原本它就是颗烂柿子，我再踩一脚，这叫为民除害，懂吗？”你放屁！我儿饱读诗书，他日必定高中。陆清宁不想听他吹牛，迫不及待地打断他：“你说高中就高中啊？考场你家开的，还是阅卷老师是你亲戚？”吴氏一双眼睛淬火，死死盯着陆清宁：“你个贱丫头懂什么？他可是得道高人，批了命的，乃文曲星君转世。”终于引出这句话了，陆清宁差点乐出声。不得不给你鼓个掌，这一招确实好用。请个假道士来演场戏，哄得整个村拿出钱来供养你们一家子吸血鬼。改天我也请个白眉老道来说我是9天玄女下凡，你信吗？如果是半个月前，陆清宁说这话肯定没人信。但今时不同往日，陈思琪先是在借条上造假，后面又与孙翠萍白天在野外玩叠叠乐，口碑早就一落千丈。再加上陆清宁先前跟周氏说的那些话，早就被他一字不落的传开。一步一步，陆清宁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陈思琪逼入绝境。此时这话一出来，立刻就有人附和：“是啊，就他这种德行，怎么可能是什么文曲星转世呢？就算以后考上了，他也只是个危害一方百姓的贪官污吏。”陈思琪早就溃不成军，却依然强撑：“陆清宁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个白眉老道是假的？就凭你苦读诗书数载，却连我都不如。”陆清宁掷地有声。大牛在人群中揣着手，笑呵呵道：“大侄女，你别怪叔说话直，你这个牛皮吃的可太大了，叔都不好意思听。”陆清宁只盯着陈思琪看：“怎么，不信？要不要比比？”“比什么？”“自然是比你最擅长的做学问喽。”陈思琪突然发出一阵癫狂的笑声，不屑道：“蚍蜉撼大树，不自量力。”“我看你是不敢吧？”陆清宁冲他挑眉一笑：“咋样？就比作诗。若是你赢了，不仅不要你归还东西，我还给你磕个响头赔罪，从此绕着你们私塾走。若是你输了，还我20两银子，并且从今天起，我们陆家村的人不需要再出钱供你读书。”看热闹的人沸腾了，真想跪下来给陆清宁磕头，喊一声清汤大老爷。他们也没想到，看个热闹而已，还能得着好处。比就比，你最好是说话算话。陈思琪毫不犹豫的就应了下来。陈氏族人却慌了，急忙凑到陈思琪面前，低声劝他：“七哥，你可一定要三思啊，万一……”陈思琪袖子一甩，气急败坏道：“叔伯放心，我若是连他都比不上，这些年的书倒真读狗肚子里去了。”姓陈的劝不动陈思琪，知道这场比试避免不了，只得尽可能的争取对他们有利的条件，于是赶紧朝陆成风拱手：“李正，既是比试，那就得有裁判。可整个陆家村识得字的只有您和陆氏族老。说句僭越的话，您虽是李正，但到底姓陆。若是仗义直言，怕您的族人会对您有怨言，我们也不忍让您为难。您看……”陆成风大约也是因为陈思琪接连办的几件错事，让他冷了心，所以对比试这件事居然出人意料的积极。陈氏话音刚落，他就立刻回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不参与，把黄家村的李正和他们黄族老请过来做裁判就是。”这两个跟他关系不错，又不是个爱搬弄是非的，哪怕今天出什么乱子，他们也不会宣扬出去。如何？李正询问二人，陆清宁胜券在握，自然不会反对，陈氏也认可。很快，李正就吩咐众人去准备了。陆清宁家也炸开了锅，众人把他围在中间，皆是满脸忐忑。
阿宁，你咋想的？居然敢跟那小子比作诗？你爹我好不容易腰杆子硬了几天，这是又要人见人骂了。陆有田真是焦急啊！他知道自己女儿会输，但又不甘心，那可是20两银子。你们放心吧，这个比试既然是我提的，我肯定是有把握才会说出口。你有啥把握？陆有良也着急。哎呦，你们别管，反正我说我有把握就是有把握。我看你就折腾吧。陆正阳冷哼，还作诗呢，驴叫出来的都比你好听。他又要跟着丢脸了。没想到苦了一辈子，人到暮年还有这么一劫，不是一劫又一劫。改天是要找人去祖坟上看看。陆清宁还有心情开玩笑呢，嘻嘻哈哈回道：“阿爷，你可别睁着眼睛说瞎话啊！我们家的驴是个哑巴，根本不会叫。”陆清宁上次买回来的驴好几天了，一次都没听他叫过，十分安静。所以陆清宁给他取了个名字默默。很快太阳西沉，约定的时间到了，所有人在李正家集合。李正的大院子里像模像样的并排摆了2张桌子，上面摆放着茶水，后面有3把椅子。陆氏族长以及黄族长还有黄李正先后落座，再就是陆家村李正和另外几个族长分布在两边。陆清宁和陈思琪一左一右站在院里两端，在他们身后都是各自的亲属以及陆家村众人。陆成风率先宣布规则：3局2胜，且裁判的评定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。说完，看向裁判席，朗声道：“黄老，你先出题吧。”黄族老淡淡点头，笑着道：“我也不懂出什么题，那你们就对着眼前所见的做一首诗来吧。”陆清宁心中狂喜，这基本上是一道送分题了，只需要捡他们爱听的诗背一首就行。一阵沉默后，陈思琪已经跃跃欲试了。陆清宁无所谓的一摊手：“你先来。”陈思琪嗤笑一声，背着手慢慢踱步，娓娓道来：“残阳如血铺层林，燕带秋声寒波清。芦花漫舞随风去，谁怜枯草半点心。”黄族老捋着胡须点头：“不错，既写了秋风萧瑟，又表达了凄凉之感，以景喻情，又情中有景，确实是好诗。”陆成风满含期待看向陆清宁：“丫头，你呢？想好了没？”陈氏那边已经有人忍不住提前开香槟了，不屑冷哼：“就他这样的还会作诗，还是做梦来的稳妥点。”有人更猖狂，不顾几个李正族老都在场，大声嘲讽：“我说青宁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不然等下让你磕头，就算哭瞎了眼，我们也不会替你求情。”行了，越说越离谱。陆成风厉声打断，又问：“阿宁，你想好了没？”“我已经想好了。”“那就来吧。”陆清宁清了清嗓子，朗声道：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”话音刚落，人群立刻沸腾，不少人连连点头，与身旁之人嘀咕：“我虽然不懂诗，但阿宁这首却听懂了，这是写我们庄户人家里。是啊，这首诗算是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。可怜我们成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。”几个裁判互相对视一眼，也跟着点头。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陈思琪顿时慌了，连忙往裁判席走几步，大声喊道：“陆清宁这首诗根本就不押题，他输了。”陆清宁笑了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黄爷爷说让我们对着眼前所见的作诗一首。我不懂什么花啊草的，那些玩意儿就算哭死跟我有啥关系？我只知道我眼前的父老乡亲，他们辛苦半生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。他们生病了不敢去抓药，他们哪怕被肩上的担子压弯了腰，依然不敢休息。陈思琪，你是不是读书读太久，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？你看不到这些供养你的乡亲们的辛劳，眼里只有风花雪月吗？”陈思琪正在原地，满脸不服气。他这哪里是比文采，分明在玩弄人心，卑鄙无耻至极。宁丫头，你可别再说了，再说我就要掉泪珠子了。陈族长笑着出来打圆场，还不忘替陈思琪开脱：“你是个良善的，但思琪这孩子也不差，他心里是一直感激乡亲们的大恩的，只是他这孩子太过含蓄，很多感激的话不好意思宣之于口。”“切，还含蓄？我可没见过哪个含蓄的人光着屁股到处跑。”不知人堆里谁嘀咕了一句，逗得不少人哈哈大笑。李正一看自己村里丢人的事要被黄家村知道，立刻呵斥：“行了，少扯这些有的没的，你们是裁判啊，瞎叨叨啥？”随后又看向裁判席，催促道：“3位，赶紧表态吧，这一局谁更胜一筹？”3人几乎是异口同声：“宁丫头胜。”“嘿，我就说嘛，
我陆有田的闺女那可是聪明绝顶，随我。陆老爹立刻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这一次没有人去欺他，甚至还有人暗暗给他竖大拇指。田老三，你小子真是有福气啊，生了个这么好的闺女。陆有田得意洋洋，鼻孔朝天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谁生的。安静，安静。诗会主理人陆成风先生再次控场。第2首诗，族老，您来出题。陆组长红光满面，像喝了酒一样，笑得脸上褶子都多加了1圈。难得今天把大家聚一起，算是个好日子，咱们别整那些悲伤的，你们做一首听着就让人高兴的吧。陆成风点头应是，问陆清宁2人：“你们谁先来？”陆清宁不假思索地回道：“我来。”说完，立刻踏着步子送道：“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好啊，好啊！陆赫之激动地站了起来。宁丫头，你这首诗着实不错，一年4季都是好风光，确实是件值得欢喜的事儿。咱们呢，也该跟着丫头学学，别天天皱着个脸，要会苦中作乐嘛。小子，你的诗呢？陈思琪心乱如麻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却怎么都说不出。陆清宁哼笑：“他当然做不出来，他最近干了那么多丢人的事，哪里还开心得起来？”陈思琪浑身一震，突然往后退几步，看陆清宁犹如看阎罗。你到底是谁？你都没读过书，为什么会作诗？我说了，我是9天玄女转世啊，怎么就许你是文曲星？你不是陆清宁，你不是陆清宁，你是假的。陈思琪指着陆清宁，说得言之凿凿。陆清宁朗声大笑，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看看，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秀才公，比不过别人就开始谣言。我告诉你，作诗这事儿，只要有人点拨，狗都能整2首。陆清宁转头看向黄礼正：“黄阿爷，听说你爱喝酒，今天这局面怕是你没机会出题了，那我就送你一首诗。陈思琪，你可给老娘听好了。”陆清宁看着陈思琪似笑非笑，寒风吹得发丝翻飞，平添了几分气魄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只有少女清脆的嗓音响起：“好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！”黄祖老和黄礼正同时站了起来，看向陆赫之与陆成风。可惜是个女娃娃，不然必得蟾宫折桂。你们陆家村以后怕是要出个大人物了，两位可要好好培养，莫使明珠蒙尘呢。而陆清宁可不想就此放过陈思琪，他不是自诩读书人吗？不是觉得高人一等吗？他就要拿他最骄傲的东西来打倒他。这就是你的寒窗苦读，这就是你的饱读诗书，你连我都比不过，拿什么高中？你对得起我陆家村800多位父老乡亲吗？你对得起李正和祖老的悉心栽培吗？陈思琪，看着我的眼睛说话。陈思琪已经站立不稳，在陆清宁最后一个字说出的时候，他一口血喷了出来，然后白眼一翻，人晕了过去。他吐血了，快去请郎中，快！场面再度混乱，结果已经出来了。陆清宁一身轻松，哼着歌往家走。阿宁，阿宁，等等我们啊！周氏和大牛几个陆氏族亲追了上来，个个喜气洋洋，比过年还高兴。阿宁，你说说，你怎么这厉害呢？今儿可真是为我们姓陆的争气呀！哎，以后终于不用再出钱供那孙子读书了，想想就痛快。改天上我家去，婶子给你烙鸡蛋饼吃。陆清宁就这样被簇拥着回了家。陆有田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，在屋里握拳一蹦3尺高。他娘的，我陆有田也能有今天？闺女，你可真给爹长脸！戒骄戒躁，老子以前怎么教你的？对陆清宁笑着道：“阿宁，今儿我是真高兴，不过咱们一家子可是把姓陈的得罪狠了，以后可万万要当心呐！特别是你陆有田，还有你们。”陆正阳挨个把人训了一遍，个个都低着头不敢吭声。陆清宁想了想，硬着头皮道：“阿爷，其实咱们也没必要怕成这样。”我也觉得是。陆有田立刻接话：“你给老子闭嘴！阿宁，你继续说。”阿爷，将士们知道上战场会受伤会死，难道他们就不去了吗？陆清宁顿了顿，接着道：“所以我们怕得罪陈家，就让他们一辈子骑在我们头上。至于你说报复，他陈思琪是敢杀人还是敢放火，
他打架打得过我，还是骂人比我厉害？充其量不过是耍些小手段，撺掇些傻子来我面前闹一闹，能伤我们分毫吗？陆正阳顿了顿，悠悠叹口气：“你还小，不知道人言可畏呀。这村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人。”现在应该是他们担心人言可畏吧？陆清宁冷笑：“你以为那些姓陈的年年捧着他们，心里就真的舒坦？只要我们把日子往好了过，自然有人替我们说话。”你倒是想得很清楚。陆成风踏着夜色走了进来。李正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给你的好孙女送银子来吗？陆成风把2个银锭子拿出来放在桌上。这陈思琪家可真有钱啊！20两银子说拿就拿出来了，谁敢信啊？行了，别人都被你气吐血了，你就别在这儿给我上眼药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突然就会作诗了？我娘托梦教我的呀。陆成风明显不信，没好气道：“我是老了，不是傻了。”是真的。陆有田赶紧出来解释：“我家阿宁之前挖到人参，就是受到阿月的指引，不然现在咱们都被赶出陆家村了。”陆清宁看他神色还是不信，试探着问道：“那李正爷爷以为如何？我被鬼上身了？还是说现在的我是被人冒充的？你要更喜欢以前的我，那我也可以再变回来。”那倒是不用。陆成风赶紧摆手：“我年纪大了，经不住你这样霍霍。你做点好事，让我多活几年。”李正爷爷这样说可就没意思了啊！陆清宁撇撇嘴，哼道：“我以前虽然淘气，但还是挺尊重您的。那一年你说你家有糖吃，结果帮你掰了半天苞米棒子，别说糖了，糖鸡屎都没有，到现在我爹都不知道呢。”陆成风老脸尬红，虎着脸瞪陆清宁：“行了，我说正事呢，你少在这儿东拉西扯。”又看向陆青云，问道：“听说你这2天在族长那里学认字？”陆青云愣愣点头。李正接着问其他人：“那你们可是打算让这小子读书，走另一条道？”陆有良不敢接话，他怕自己说错。陆清宁十分坦然，老实回道：“我们是打算送青云去读书，不过您放心，咱们不要村里出1分钱。”陆正阳接着补充：“是啊，李正，这2天他们弄了个小摊子，在集市上卖吃食，也能挣2个子儿，攒一攒，供娃子读书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就算不成，我们也绝不会让您为难。要是青云真有天分，也不是不行。”陆青宁连忙打断陆成风的话：“李正，你在陈思琪读书这件事上吃亏还没吃怕吗？还想来第2回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想青云扛着这么多人的期盼去读书，这担子太重了。”陆成风愣了愣，随后朗声大笑：“有田，你小子可是有福气啊！”说完这话，径直往外走。今天这事到此为止，莫要再生事端。这李正啥意思啊？东拉西扯说一堆，他究竟想说啥？陆正阳没好气地瞥他一眼，哼道：“你个只知道少吃傻仗的，当然看不明白了。人家是来表态的。表啥态？你以为李正不使些手段，那陈家的愿意把20两银子拿出来？”阿爷真聪明。陆清宁笑着竖起大拇指：“咱们的李正啊，怕是早就看不来陈思琪一家子了，所以乐于促成此事。”一连摆了2天的摊，又下起了雨，所以大家就歇了1天。陆清宁睡到下午才起床，吃过了饭就把众人叫到一起：“你这孩子神秘兮兮的干嘛呢？大白天的还关门？这不是怕人看见了眼红吗？咱们开始分钱吧。”“哟，这才几天啊，就要分钱了？”“我这不会写字，所以也没记啥账，就粗粗跟你们说说，你们看对不对？”“哎，不就是分钱吗？整那么复杂干什么？分钱而已，小事一桩，我来给你们分。”陆有田从袋子里掏出铜板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爹一个，我一个；大哥一个，我一个；大嫂一个，我一个；阿宁一个。”其他人都惊呆了，知道陆有田无耻，但不知道居然无耻成这样。只有陆清宁抱着手臂看好戏，不出意外，这个老登马上要挨打。“行，你给老子滚一边去，少在这捣乱。阿宁，你来分。”又道：“你也不用跟他们算买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，直接分钱就行了。”陆有良点头：“是啊，阿宁，既然让你管账，自是相信你的，咱们就别整那些见外的了。”“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分钱吧。”陆清宁把钱倒出来，挑出里面1个碎银子：“我就拿这个，剩下的都是大伯家的。至于你们自己怎么分，那我可不管了。”剩下的大约还有近500个铜板。陆有良和刘氏都看愣了：“这么多？阿宁，这不对呀！那1两银子本就是你在私塾门口讲故事赚来的，那本就属于你自己。来，
你重新分。没事，那钱也是卖糖水赚的。再说了，这些天木薯是您挖的，糖水是大伯娘一大早起来熬的，我就去了个人，拿这么多已经可以了。那可不行。陆有良漾怒道：“这法子是你提出来的，我们跟着你赚钱，只不过出把子力气而已。这样，我们拿100个大钱就行，剩下的你拿走。”大伯，您别着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等这回雨停了，我们就打算去县城卖糖水。这镇上的摊子我就不管了，是亏是赚都是你们的。陆有良激动地站了起来。你是说，这个摊子直接送给我们？那怎么行呢？陆青年开玩笑说道：“有啥不行的？咱们一大家子守那个摊子实在不划算。我要出去挣大钱，那点儿可看不上。”不行不行！陆有良连连摆手。要不这样，镇上的摊子不需要你管，挣了钱每个月我直接给你分一半。真不用，大伯。你要真这样算，那就当我出钱供青云读书，或者孝敬阿爷的。你要给就直接给他。陆青宁继续道：“不过我也不白给，我这个人懒，去县城毕竟远一些，果儿又还小，红莲姨要照顾孩子，又要赶我们过冬的衣服，所以这挖木薯煮糖水的活儿还得交给你们。”刘氏毫不犹豫地回道：“这有啥？我直接给你一起做了呗，你甭操心。”好，那就这样说了。众人散去，陆青宁叫上准备继续睡觉的陆有田：“爹，咱们去找李正。”找他干啥哟？买地。买地？陆有田乐了，两眼发光。阿娘，我们是不是准备建大房子了？建大房子估计钱还不够，咱们先把宅基地买了，再慢慢攒。走呗，拿着陈思琪那小子赔的钱去买地，估计他又得气得吐血，想想就痛快。